今天俊谷是来到了潼关古城，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战事最频繁的关口之一。当年曹操在这里被马超是打得割掉了胡子，丢弃了战袍。抗战时期啊，日本人的大炮一直在这里轰了8年多，也未曾踏进潼关一步，没有占领陕西1寸土地。但是国运级别的大战呢，就有6次。潼关一旦失守，就意味着要改朝换代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号称9塞之首的陕西潼关。游览完杨公寨，我就驾车前往潼关古城，距离66公里，需要57分钟。现在我们沿着这边的阶梯上去，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看到6根柱子啊。在山西那一边呢，我们经常看到有大猴背小猴嘛，这边呢是一个胡人骑着狮子，这个呢就是胡人骑狮，它的寓意啊就是避煞祈福。潼关古城，现在沿着这边的阶梯往上面走。潼关它是雄踞在晋豫陕3省的交汇之处，所以呢，它有鸡鸣文3省、关门2九州之称，是东入中原、西出关中到西域的必经之地。这里北临黄河，南依秦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被称为畿内首险、四镇咽喉。而它的缔造者就是乱世枭雄曹操。上来之后就是一个广场。这后面呢就是潼关古城的关楼了。我爱潼关，这后面呢还写着中国10大名关。那么潼关呢就是属于10大名关之一了。这里不仅是山西、陕西、河南3省的交界处，而且呢还是黄河、洛河、渭河3河的交汇处。来看一下这一边，黄河在这里拐出了一道90度的大弯，从南北走向变成了东西走向。在公元196年的时候曹操为了防止关西的兵乱，就废除了函谷关，而设立了潼关。东汉建安16年的时候呢，曹操领军西征，被马超是打得丢盔弃甲，割须弃袍，最后是利用潼关之势和离间之计，才大获全胜。那潼关到底险在什么地方，又险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看一下地形，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潼关是关中平原最重要的防守要塞。在隋朝的时候就因为雨水，在潼关不远的地方冲出了一条沟道，可以过人，所以隋文帝就下令在沟道的地方再修一座潼关，跟汉朝的潼关一起称为南北双潼关。但是没想到在唐朝时期黄河的水位下降，河床裸露出了一片河滩，潼关很难绝对控制这一片区域，所以武则天就下令把潼关直接挪到了河床之上，一直守护这一片大地1000多年。这里对面就是山西了，中条山跟秦岭在这里相互对峙，形成了一条狭长的通道。黄河就是从这2座大山之间流过，而潼关就是在黄河之畔的高台之上，扼守了上千年。如果要从山西那边过来攻打潼关，必须要先渡过黄河。要知道古代黄河本来就是天险，想要在渡过黄河天险没有落脚的同时攻打城高墙厚的潼关，那几乎不可能。大家再看一下这一边，从潼关到秦岭的山脚下有一条深沟，这条深沟叫做晋沟。然而山高路窄，中间有一条羊肠小道，在晋沟之上还修建了10几公里的城墙，上面有12连城。要是走到那里就是死路一条。在南北朝时期当时东魏的丞相叫做高欢，曾经率领着20万大军要来攻打西魏，他就不信这个邪了，兵分3路。北路走普津渡，也就是在山西那边，准备横渡黄河；中路走潼关，也就是这里；而南路绕到了商洛山区，打算多路并进，全线突破。结果怎么样呢？普津渡是主力，但是潼关在未攻破之前面对着黄河，它要是入关就会被切断后路，只有等潼关攻下来之后才能够进兵。
而南路军进入到商洛山区啊，一边长途跋涉，一边打仗，辎重补给根本跟不上，是苦不堪言啊。没想到的就是攻打潼关的这个中路军啊，突破了潼关天险。高欢得到喜报之后呢，那是开心得不得了啊。就在他准备率军过河的时候啊，消息传来说，中路军在小关已经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非常著名的小关之战。后来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安禄山攻占了洛阳，直逼关中。临危受命的哥舒翰啊，主张依靠潼关之险，坚守不出。等到安禄山气焰消退、疲惫不堪的时候啊，再将其一举歼灭。但是晚年的唐玄宗啊，早就没有当年的睿智了。他听信了谗言，连续派中使催哥舒翰出城迎敌。哥舒翰是失声痛哭啊，被迫无奈，只能是出城迎敌。结果就是哥舒翰中了计谋，潼关失守，一代名将就在这里折戟沉沙，长安城再无险可守，唐玄宗只能是仓皇西逃了。在1937年底啊，日军攻占了太原，兵抵黄河，打算进军陕西。日军对潼关发起了几十次进攻，用重炮对潼关是狂轰滥炸。据统计啊，从1937年到1945年啊，日军一共向潼关发射了1.7万发炮弹，都没有越过潼关一步，没有占领陕西一寸土地。但是挺立千年的潼关古城却毁在了苏联专家的口中。1959年为了修三门峡水库，由于苏联专家的计算失误，保护800里秦川1000年之久的古潼关就这么拆了。林徽因曾经说过，真古董拆了，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个假古董。现在这座重新修建的古潼关，虽然没有了往日的沧桑和斑驳，也失去了以前的战略意义，但是在这里，你仍可以感受到它的不屈和历史。现在这一座新盖的关楼也是博物馆，但是没有开放。那这一边呢，还有一些古民居的遗址，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只剩下一些墙角了。那从这边走过去呢，还有一个女娲广场，这里还有一个人形12生肖广场，这是猴子，这个就是马了。在这里还有一个乐器挺有意思啊。这里就是女娲雕像了，这可是用真石头雕刻的，看起来工程量好大呀。那这后面包括这一片呢，都是新修的建筑了。那现在呢，就往下面走。在关楼的下方是修了一整片仿古建筑，这就是潼关古城了。现在只有沿街的店铺呢，有一些人在做生意，里面的呢几乎都是空的了。从这条坡上来，还有民国铁路的遗址这一片新建的仿古建筑有点可惜了，看来一时半会很难忘得起来这里。这就是民国铁路遗址，不过现在只是剩下2个桥墩了，就是这一边和对面的那一节。现在新的铁路呢，已经是改道在那边了。那我现在走着的这条路在民国时期呢，就是一条铁路了。这里是水坡巷停车场，我的车就是停在这里，因为这个停车场呢离古城很近，就是在下方。在这个位置还有整座潼关古城唯一的一条古街，叫做水坡巷。等一下呢，我们再下去下面看一下。刚刚从这条小道过来了，这里还有一处古迹，是民国时期的火车隧道。这里上面刻着1932民国21年 number 17。现在进入这个隧道里面来看一下哇，越靠近隧道口空气就越凉快。哇，进来之后空气瞬间低了好几度简直就是一部天然的大空调看来民国时期修的这条隧道质量呢还是非常好，上面也没有什么裂纹。这两边呢都是非常厚实的水泥而这一边呢就是一片漆黑了。在这里面说话回音很大感觉耳边嗡嗡响。这里还有一个小门看样子不是门，只是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不敢再继续往前面走了，太黑了。那这个建筑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个小火车站了。这里就是潼关古城唯一的一条古街水坡巷了。
这里还有一座门楼，上来这上方往下面看，青砖灰瓦的，很有北方古村落的风格。这里有一棵古槐树，非常有意思，是横卧在主街道的上方。据说这一棵古槐树啊，是在公元1757年的时候呢，乾隆啊巡视到这里，亲手种下的。如今呢，已经长成这么大了。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啊，竟然还有一口唐朝的古井，是挖于公元691年，到现在啊，已经有1334年的历史了。走到水坡巷的后面这一段啊，你就会发现两边的房子呢，要明显高于这条街道。那是因为这条街道啊，同时呢，也是一条水渠。那么在下大雨的时候呢，这里就是水渠，两边呢就是街道，所以说呢，它有一河两街之称啊。前面2棵树上面呢，分别有一个鸟窝。刚刚在水坡巷走了一圈啊，发现已经没有多少居民住在这里了，只剩下一些老人。这户人家的门楣上啊，还有一块砖雕匾额，上面刻着“望山义”。在这条古巷道里面啊，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有高大的围墙。像这座院子啊，只需要稍加收拾一下呢，里面呢来住人的话呢，还是会非常的舒适。这里还种着一排仙人掌呢，这个也许啊是用于防盗啊，因为这里的墙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矮。这是中国北方的汉堡包，潼关肉夹馍，里面呢是猪腿肉。里面的猪腿肉啊，有点像猪脚饭的那个猪腿的做法。表面的皮呢是非常的酥脆。